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蛙哥。就在刚刚前不久，当工作室发布了马桶人时钟宇宙特辑版第3期视频。这一集的视频说白了就是填坑，填补之前未来大时钟人的空白剧情。很多人表示看不懂这期视频，比如马桶科学家和反泰坦联手，在和其他联盟泰坦进行大战。很多人说阿尔法不是和马桶科学家决裂了吗？为什么现在马桶科学家还要和反泰坦合作呢？并且反泰坦不是被泰坦时钟人给干掉了吗？更加可怕的是，4大泰坦加在一起也不是反泰坦的对手，泰坦电钻人都被干掉，其他泰坦只能灰溜溜的跑掉。更奇怪的是，时钟老爷子竟然没死，他们在想方设法拯救大时钟人，最后大时钟人被救活后，竟然变成了未来时钟人。未来时钟人来到外面，看到了马桶科学家和反泰坦，然后他就传送消失掉了。很多人看了这期视频比较不知道剧情讲了些什么东西，那就让蛙哥来带大家梳理一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整个剧情的内容。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期的时间线是在未来的宇宙中发生的事情，并且最主要的是未来大时钟人的宇宙中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先回到时钟人的主宇宙中，当时未来时钟人突然出现，然后就对小时钟人说了很多话，其中就说他是从未来穿越过来，他告诉小时钟人，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所有泰坦都不是他的对手，都将会被他毁灭掉。未来时钟人说的那个非常强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反泰坦，然后他告诉小时钟人，自己尝试过很多办法，最后都失败了，无法扭转未来的局面，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那就是干掉时钟老爷子，才能阻止反泰坦。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什么只有干掉时钟老爷子才能阻止反泰坦呢？稍后我会进行解释，先来让我们看一下特辑的剧情都讲了些什么。视频开头的这些剧情，我们注意看左下角的说明文字，这表示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剧情并不是时钟主宇宙发生的事情，而是多重宇宙的事情，也就是未来大时钟人穿越回过去，告诉小时钟人未来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只是从未来大时钟人的口中得知了未来发生了非常不好的事情，但却没有亲眼见到过。现在 DON 工作室终于把这个坑给填上了。我们看到马桶科学家火力全开，直接冲了出来，笑得非常邪恶。接着他的脸部和身体就遭到了轰击，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镜头向右移动，我们看到了泰坦音响人和泰坦监控人来到这里，很明显是来找马桶科学家干仗来了。可接着他们看向了另外一个地方，泰坦电视人也传送了过来。我们注意看他的表情非常严肃，并且对其他泰坦说了一句话，你应该去争取更多的时间。这句话什么意思？只有泰坦电视人知道怎么回事。从泰坦监控人和泰坦音响人的反应来看，他们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其实泰坦电视人的意思是让大家尽可能多的拖延时间，给泰坦时钟人的回归创造机会。此时的泰坦电视人已经知道了反泰坦的厉害，大家根本就不是对手，只有拖延时间，等待泰坦时钟人升级归来，才能够彻底打败反泰坦。因为泰坦电视人参与了升级泰坦时钟人这件事，是泰坦电视人把受伤的泰坦时钟人带回电视人基地的。紧接着马桶科学家就开始攻击泰坦电视人，泰坦电视人也不惯着他，转过身来切换出手臂能量刀，扑向了马桶科学家。接着我们注意看泰坦监控人的右手臂武器竟然被融化掉了，彻底报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个溶酸骷髅再次出现，刚才喷射出溶酸液体命中了他的右手臂武器。这一幕其实是在致敬原版剧情中的第55集，当时也有一个强大的溶酸骷髅，嘴里喷射出来的硫酸可以融化掉一切东西，不过最后被泰坦监控人给干掉了，代价就是手臂激光炮被融化报废掉了。回到时钟宇宙特辑来，当溶酸骷髅想再次喷射有毒物质，泰坦监控人抬起左手臂激光炮命中了他，直接把他轰成了渣渣。周围又出现了很多变种马桶，泰坦监控人直接朝他们走了过去。由于他的右手臂武器被融化掉，这导致他现在非常生气，看样子要拿这些变种马桶出气了。接着泰坦音响人的身后出现了一道虚空传送门，这到底是谁来了呢？没错，就是反泰坦。当初未来时钟人穿越回过去，告诉小时钟人反泰坦非常厉害，所有泰坦全部都被干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剧情就是未来时钟人所说的未来，接下来大家就能见识到反泰坦到底有多强大。当他正要对泰坦音响人攻击的时候，泰坦电钻人冲了过来，真是防不胜防呀。泰坦电钻人的攻击非常凶猛，就如同一头失控的野兽，然而并没有对反泰坦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他根本就不是反泰坦的对手。接着泰坦音响人用铁链试图控制住反泰坦，这一招确实打断了反泰坦的攻击。当他转过身来拉动铁链想把泰坦音响人给拉拽过来，哪能给他这个机会？我们看到泰坦音响人动作非常灵活，直接一个后空翻，空中360度旋转，和反泰坦拉开距离。飞在空中的泰坦音响人双手转动大铁链，样子非常的帅气，想要用大铁链再次把反泰坦捆绑住。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2条铁链
链被控制住后，用力一拉扯，泰坦音响人的2条手臂都被扯掉，这实力差距也太悬殊了。泰坦音响人失去了2条手臂，瞬间丧失了战斗的能力，接着又被反泰坦一炮轰飞，接着泰坦电钻人又扑了上来，抱着反泰坦的脑袋，用力拧掉脖子。然而反泰坦的要害根本就不是脖子，它的本体是一只紫色的蜘蛛，所以这一招对他不管用。这场战斗就发生在时钟大楼的外面。此时在时钟大楼里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在想办法复活大时钟人。这里有2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一个是时钟老爷子，另外一个就是时钟人科学家了。女时钟人尝试用时光回溯，并没有成功，看来想要复活大时钟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看到其他的时钟人也都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时钟老爷子捡起地上的拐棍，看向了躺在地上的大时钟人，他这是要发动大招了吗？时钟老爷子亲自出手，能不能复活大时钟人呢？地上的符文阵图被激活了，所需要的时光之力太过强大，时钟老爷子很明显力不从心，但他依旧在苦苦支撑。看来时钟老爷子势必要复活大时钟人，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这么做。我们注意到他的状态非常不稳定，需要消耗大量的时光之力才有可能复活大时钟人，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够。于是在场的所有时钟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把自己身上的时光之力都传送了出去，大量的时光之力全部都汇集到大时钟人的身体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时钟老爷子以外，其他人全部都因为时光之力耗尽而亡。对于时钟人来说，时光之力就相当于生命力，为了救活大时钟人，大家竟然把时光之力全部都耗尽，这代价也太大了。大时钟人竟然变成了未来时钟人的样子，原来未来时钟人是汇集了所有时钟人的时光之力创造出来的角色，所以未来时钟人可以穿越回到过去，他的身体拥有所有时钟人的时间能力，能够穿越时空也就说得过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问题，为了救大时钟人，所有时钟人都牺牲掉了，最后的时钟老爷子为了维持时钟大楼的稳定，也消耗掉了最后的时光之力，彻底失去了生命。大时钟人清醒过来后，看到这个场景，试问他的心情会如何？如果换做各位，是不是宁愿不复活呢？这个代价太沉重了，所有自己在乎的人都死了，只换来了他的复活，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接着镜头来到了时钟大楼的外面，泰坦电钻人也被反泰坦干掉，虽然没有真正死去，却也是暂时无法对付反泰坦。当泰坦监控人想要继续战斗时，泰坦电视人阻止了他，并说道：“我们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赶快撤退吧。”于是就传送走了。此时的大时钟人来到外面，他看到的场景是什么呢？除了混乱的战场一片火海外，他只看到了反泰坦和马桶科学家。他以为所有的泰坦都被干掉，并且时钟人种族的成员也都牺牲掉，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于是他就发动了时光之力，准备穿越回过去来拯救这一切。想要不让这一切发生的前提，就是要确保泰坦时钟人能够准时升级成功。参加泰坦时钟人升级这个重大工程的人员，除了电视人科学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时钟人科学家。然而时钟人科学家在未来，因为时钟老爷子想要救大时钟人，导致时钟人科学家牺牲掉了。那怎么样才能阻止这一切发生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过去，提前干掉时钟老爷子。因为在未来时钟老爷子的结局也是牺牲掉，只要回到过去，让他提前死掉，就可以拯救所有人，并且保证时钟人科学家不会死，泰坦时钟人就能顺利完成升级，最终把反泰坦打败，拯救整个宇宙。最后我们也看到小时钟把泰坦老爷子给刀了。泰坦时钟人顺利完成升级，在关键时刻出现后力挽狂澜，打败了反泰坦，干掉了阿尔法，说明未来时钟人的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估计有一部分人会认为大时钟人太没有人情味了，人家时钟老爷子为了复活他，哪怕牺牲掉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辞。然而大时钟人回到过去，想方设法想要干掉时钟老爷子。如果这么想问题的话，就感觉未来时钟人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其实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可能是对剧情不太了解的原因。让我们回看之前的剧情，尤其是和小时钟人的对话，这部分对话非常关键。当未来时钟人回到过去后，想要让小时钟人干掉时钟老爷子，他说了非常关键的几句话。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回到过去了，因为在之前的已经回来无数次，并且尝试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最后都失败了，都没有能够阻止反泰坦毁灭世界，所有人都因为反泰坦死掉。但有一个方法他没有试过，那就是提前把时钟老爷子干掉，这样时钟科学家就不会死，那么泰坦时钟人就能顺利得到升级，从而阻止反泰坦毁灭世界。未来时钟人实在是没办法，他已经尝试了所有的方法，现在
在就剩下最后一个方法，而且他还不知道能不能够最终成功。不过现在的结果来看，算是成功了。但是大家要记住，宇宙时间论里面有一条理论，假如回到过去想要改变未来，哪怕是把未来改变了，也只是暂时的改变，最终的走向还是会回归到主路上。虽然现在看似泰坦时钟人干掉了反泰坦，未来时钟人的这个方法成功阻止了世界毁灭，但是后面的剧情我们也看到，反泰坦并没有死，并且成功复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定。没准未来时钟人并没有能够成功，只不过是延续和改变了这个过程，最终的结局依旧没有改变。当然，时钟宇宙是一个多元宇宙，是有很多种宇宙线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时钟宇宙这条宇宙线，没准在其他的宇宙还会有其他的结局也说不定。这里还有一个时间宇宙相驳论，未来时钟人回到过去，通过精心策划把时钟老爷子干掉了，也就是说在未来没有人会复活大时钟人了，也就是说大时钟人在未来也会彻底死去。那回到过去的未来时钟人又算什么？会不会消失掉呢？如果回到未来的时钟人会消失掉，那他又怎么去扭转过去，从而拯救未来？如果回到过去的未来时钟人没有消失掉，那说明在未来他被复活了，也就是未来根本就没有改变，这又算什么？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复杂？宇宙时间驳论这么复杂的话题，就交给爱因斯坦来解决吧。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目前咱们频道的流量持续下降，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和支持鼓励我，谢谢大家了。